从仲尼之处看庄子的智慧，沉默与大道。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。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《曲无轨》中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仲尼之处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虽短，背后蕴含的哲理却深邃悠长，就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，激起层层智慧的涟漪。想象一下，孔子来到楚国，受到楚王热情款待。宴会上，楚国令尹孙叔敖手持酒器，身姿挺拔地站在一旁，士南夷僚则将酒洒在地上击倒，还说道：“古时候的贤人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总要说一两句话。”这话看似平常，却像一道无形的目光，直直地看向孔子。孔子心领神会，随即回应：“我听说有不用张嘴就能发表的言论，以前从未用过。现在既然遇到二位，便说上一说。”怎有两家人争吵不休？士南夷僚到他们门前从容玩弄，谈完就成功化解了争端。孙叔敖运筹帷幄，摇着扇子安睡，便能让敌国不敢进犯楚国。相比之下，我孔丘实在是多嘴啊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可庄子这看似信手拈来的情节，其实是精心编织的思想之网。要知道，孙叔敖去世时，孔子还未出生，这场宴会显然是庄子的虚构。庄子为何这么做？他又想借这个故事表达什么？先看孔子提及的士南夷僚，他身怀绝技，打弹丸的武力值能匹敌500名士兵。正因实力非凡，当他站在起争执的两家人中间，无需言语，人们忌惮他的威力，纷争便自然平息。再看孙叔敖，这位楚国名乡，为治水倾尽家财，辅佐楚庄王成就霸业，他只需献上计策，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止息战争，靠的是卓越的能力与威望。孔子以他们为例，既巧妙回应了宴会中的邀请，也道出一个关键道理：当自身实力足够强大，很多事无需多言，行动和实力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发言。他那句自嘲多嘴，恰恰体现出不言的珍贵。故事之后，庄子展开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议论。他说，士南夷僚和孙叔敖所展现的是不道之道，而孔子说的是不言之辩。老子讲道，可道非常道，真正的道难以用言语表述。士南夷僚和孙叔敖实力使然，无需言语就能威慑四方，保家卫国。他们的行为体现着自然运行的规律，这就是不言之道。而孔子想用言语解释不言，反而说的越多，离不言的真谛越远。我们在生活里是不是也常常如此？遇到问题，急于用言语去辩解、去说服，却忘了提升自身实力才是根本。就像在职场中，有的人夸夸其谈，承诺诸多，却从不落实；而有的人默默努力，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，最终赢得认可。真正有能力的人，无需多费口舌，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庄子还提到，道是统一的德，却各有不同。人们认知之外的事物，再善辩也无法完全阐述清楚。如果像儒家、墨家那样过度执着于言语辩论，反而可能陷入危险。这并非否定儒家和墨家思想，而是提醒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言语层面，更要注重内在的修为。那真正得道的人是什么样呢？庄子说：“海不辞东流，大之至也。圣人并包天地，则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是。大海接纳所有东流之水，成就其浩瀚。圣人包容天地，恩泽天下，百姓却不知其名。那些生前无爵禄，死后无谥号，不惧财物，不立名声，却能默默造福众人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大人。”就像生活中那些默默奉献的志愿者，他们不求回报，不图名利，却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带来温暖与改变。狗不以善吠为良，人不以善言为贤。狗好不好不是看它叫得多响，人贤不贤也不是看它说得多么动听。真正伟大的人不会刻意彰显自己的伟大，真正的德行也不是靠言语去宣扬。天地伟大而完备，却从不所求，自然而然地滋养万物。那些领悟了大道的人，同样无求，无失无弃，不被外物左右，回归本心，遵循自然规律，这便是他们的真性情。道家追求自然，顺应本真的生活状态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应学会顺应自然，不要过分强求。当我们为生活琐事焦虑，为功名利禄奔波时，不妨停下来，想想庄子的智慧，或许就能找到内心的宁静。当我们理解了庄子的思想，就能在生活中感受道的存在。虽难以用言语精确描绘，但我们的视野会更开阔，愿意顺应自然，找到心灵的栖息之所，这便是某种程度上的得道。从这个故事里，
我们领悟到的不仅仅是古人的智慧，更是对生活、对自我的深刻反思。愿我们都能在庄子的智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，收获内心的富足与安宁。在日常的人际交往里，庄子的这一智慧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。当我们与朋友产生矛盾，或许无需急于用激烈的言辞去争辩对错，冷静下来，用实际行动去理解、去关心，反而更能化解隔阂。比如，朋友误会你没有帮忙是故意为之，此时再多的解释可能都显得苍白，不如默默为他解决问题，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心意，远比口头上的辩解更能打动人心。学习与成长的道路上，庄子的智慧也是一盏明灯。很多人热衷于参加各种学习讲座、研讨会，不停地收集知识，聆听别人的见解，却很少静下心来沉淀自己将知识内化为自身的能力，就如同过度依赖言语去理解道，而忽略了在实践中体悟。真正的学习是在默默耕耘中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在不断探索中形成自己对知识独特的认知。就像那些潜心钻研学术的学者，他们不急于发表言论，而是在无数个日夜的研究中，用成果推动学术的进步。在艺术创作领域，庄子的不言之道更是体现了淋漓尽致。画家无需用过多的言语去解释自己的画作，画面本身的色彩、线条与构图就能传达出深刻的情感与意境。音乐家的旋律也能直抵人心，无需歌词的辅助就能触动灵魂。艺术家们用作品说话，用灵感与创造力展现着艺术的道，让观众和听众在欣赏中自行感悟。这便是艺术的魅力所在，也是不言的力量。让我们将庄子的智慧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在面对困难时，不急于抱怨和辩解，而是默默积蓄力量，用行动去克服。在与人相处时，多一些理解与包容，少一些言语的纷争。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，脚踏实地，用汗水与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。当我们真正做到这些，就会发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，并非来自外界的认可与赞誉，而是源于对自我的坚守和对道的领悟。如此，我们便能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以一颗宁静而坚定的心，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之路，让庄子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，庄子智慧也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生活的新视角。人们常常被铺天盖地的广告和营销话术裹挟，用言语编织的消费陷阱令人防不胜防。商家夸大其词的宣传，仿佛在不断叫嚷着买我就会拥有幸福。可当我们真正买下那些物品，却发现幸福感并未如期而至。这时，庄子不言的理念就像一泓清泉，让我们冷静下来。与其被华丽的言辞迷惑，不如关注物品的实际价值和自身真实需求。我们不必在各种新品发布会上高谈阔论最新潮流，而是默默思考自己真正需要什么，用理性的消费行为践行生活的智慧，这样才能摆脱物质的束缚，收获内心的自由与满足。在瞬息万变的科技时代，庄子智慧同样闪耀光芒。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新的技术和概念层出不穷，很多人急于追赶潮流，用言语宣扬自己对新技术的了解，却没有真正深入掌握技术背后的原理。而真正的科技开拓者，如那些致力于攻克芯片技术难题的科研人员，他们默默扎根实验室，用无数次的实验和失败换来了技术的突破。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对科技的执着追求，而不是靠言语吹嘘成果。他们深知科技的道在于实际的应用和对人类生活的改善，而非空洞的言辞。庄子的智慧跨越千年，如一座无尽的宝藏，等待我们去挖掘。让我们以它为指引，在时代的浪潮中坚守本真，用行动代替喧嚣，用内心的宁静对抗外界的纷扰。如此，我们不仅能领悟到生活的真谛，更能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，为社会传递一份淡然与智慧。让庄子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，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。